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暗黑4的第7赛季会在1月22号的凌晨开启啊。暴雪在本次赛季之前呢，破天荒的开了一个有赛季主题和几乎全部内容的 PTR， 所以本期视频琉璃将为你简单介绍一下新赛季我预测的强力职业，以及呢各个职业我比较推荐各位尝试的玩法。需要注意的是，本期视频的预估它主要是结合 PTR 的测试内容，还有这3位沉沦魔直播之后放出的蓝帖给出的啊。正式服呢，如果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 bug， 那么职业的强度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不过呢，专业的解说就要勇于下判断，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全职业中强度最高的应该是死灵法师，他在开荒跟后期冲程两方面表现的都过于优秀了。开荒阶段呢，召唤体系在版本改动之中，除了得到一些诸如召唤物增伤统一化，可以继承各种幸运一击的效果优化之外，还在赛季的巫术技能方面是有极大的补强的。而在下赛季前期呢，我们主要的战斗区域是不太需要高机动性的猎头猎巢啊。召唤死灵是可以很轻松的让你完成赛季前期练到60级和解锁折磨4难度这2个需求的。而到中后期，等你血槽的几个相关威能还有它的暗金库子抓到之后，就可以转型成血槽攻坚了。血槽这一打法在 S7 版本得到了巨幅的加强，它除了有专属的暗金和技能威能的强化之外，本身也是非常契合新赛季的终极技能主题的，以至于在 PTR 内随便凑一身装备强化加12就能非常轻松的2到3分钟去速刷150升深坑了。装备毕业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一个技能直接秒杀150深坑的 BOSS。而以至于暴雪在 PTR 结束之后，对这一玩法从威能到加成公式再到加成的数据全部都砍了一遍。整体改动完之后，预计还能有 PTR 5% 左右的强度啊。虽然看上去是被砍得很凶的，削了足足20倍，但换一个角度想想，你只要放20次技能，2分钟之内就能击杀150 BOSS 这样的 BD 放在 S7 还是有点超模了。尤其是在开荒前期攀难度打 BOSS 的攻坚阶段，你只需要2-3件威能1个暗金就能成型的血槽，肯定会给你带来极为出色的秒杀体验。而且血槽这个玩法它跟这赛季灵巫的压制类玩法是类似的，都是需要你去积极堆积生命上限，战斗阶段呢也是集爆发控场一体化，操作比飞羽还简单很多，基本上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只按1-2个键按，然后呢走位就拉倒了。当然啊，死灵的缺点也还是老样子的，就是在一些需要机动性的场景中表现是不佳的。虽然说赛季后期你可以选择去玩全自动白骨风暴或者全自动灵魂猎蜥，但这2个玩法也很难做到1分多1把深坑。不过呢，对于不追求极限的普通玩家来说，死灵应该是下赛季最为省力的开荒职业了。在职业选对了之后，在新赛季我们还要选对加速器啊。7赛季咱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猎头绿巢区域内悠闲的生活，一个稳定延迟不掉线的网络环境就尤为重要了。那这里呢，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啊，作为老牌大厂，它的加速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 PTR 还是正式服都能让你的延迟稳定，极难掉线。加速暗黑4之后呢，你还在它的加速界面可以找到各种实用的妙妙工具，来让自己游玩体验更好。比如你玩腻了目前流派，想找个新套路操作页，就可以在 BD 模拟器里找到各种 build 的模板参考和加点配装。除此之外呢，还有暗黑4的世界地图，可以提醒你各种公共事件以及世界 BOSS 的刷新时间。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好用省心的加速器，但又手头预算不太够的大学生，悠悠这边呢还有专属的优惠系统啊 ，PC 端点主页大学生优惠就能参与了。除了认证就有的5.4折大幅优惠之外，还有组队拼车等优惠活动，仅需59元就能体验90天，助力你新赛季开荒无忧。言归正传啊，除了前期表现强力的死灵之外，新赛季的德鲁伊表现同样不错。众所周知啊，德鲁伊在 S7 PTR 呢又整了一个无限增伤的 bug。单线程的暴雪这次又跟往常一样，它只修正了这个 bug， 但没有对德鲁伊这些相关玩法过多的平衡啊，这就使得德鲁伊的浩劫玩法它从 PTR 成功活出来了。这是一个中期装备成型才能玩的非常舒适的全自动玩法。核心原理呢，在于我们开启浩劫的时候，如果有享受到必定压制暴击这个符文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浩劫数十秒的雷电里就全部都是必定压制和暴击的。这一基础上，我们还能通过堆积装备的词缀来让浩劫这个技能呢，可以做到持续时间跟冷却时间一致啊。之后只要我们在上一个浩劫结束之前释放新的浩劫，它就能一直享受到必定压制、必定暴击的效果了。而由于浩劫这个技能本身和暗黑3的跑马天拳类似，它是一个可以全自动攻击周围怪物的玩法，所以在成型之后，我们进图就只需要稍微叠一下符文，开了浩劫之后就只需要管理其他的 buff 和走路就行了，属于是一个极度安逸休闲的中老年玩法。在此前版本中呢，这一玩法本身就有着极限在115层左右的强度，而在新版本中得益于符文和赛季玩法的强化，估计强度要比 S6 要高个数百倍。而暴雪它是因为 bug 的缘故，并没有收集到这一个玩法真实的战斗数据的。
我估计在第7赛季成型之后，他一键走路速刷野外，以及在110到120的深坑逛街肯定是没问题的。没有其他负面 bug 的话呢，140层以上深坑也不是不能展望。不过和前期攻势凶猛的死灵相比，德鲁伊在开荒阶段会弱一些。如果你打算在新赛季玩德鲁伊的话，建议关注一下蓝盟军，了解浩劫和其他玩法。和德鲁伊情况类似的还有游侠，S7赛季游侠的主力玩法应该是在新赛季开发之后的暗影陷阱或者暗影分身相关打法。当然，你可能会好奇为啥我推荐上面这2个玩法，但视频的画面却是剑雨。那这是因为陷阱跟分身在 PTR 它都有不少 bug 玩不了，以至于呢 PTR 内游侠几乎全在玩剑雨这个体系。相比剑雨来说吧，暗影陷阱的优点是它本身自带了巨怪控场，而且在痞子1的加成之下是可以转为核心技能的，这样它就能额外享受到各种核心技能的增伤了，比如说手套的技能等级。和徒手鞋的联动下，不仅刷 CD 的手感更好，还能配合放逐额外吃到压制体系的增益。在凑齐组件之后，它的强度会比剑鱼要高很多的。结果呢，只会拉深坑看数据的设计师在 PTR 之后他把剑鱼砍了一刀，而本身强度超过剑鱼的陷阱则几乎没动。不过和浩劫德鲁伊类似的是，无论是暗影陷阱还是剑鱼体系，都是需要你把组件凑齐了才方便启动的，前期你得先用其他玩法进行开荒。相比前面2个职业而言，野蛮人在 PTR 的表现就要稍微好一点了。虽然由于地震威能在赛季中无法解锁的缘故，导致 PTR 内的实战强度比正常情况低几成，但野蛮人还是有着地震锤和钢铁漩涡等玩法可以体验的。而其中钢铁漩涡的打法呢，在 PTR 之后是遭到了和血槽差不多的削弱，新版本下除了速刷底层跟开荒之外，可能不建议各位使用了。主流的玩法应该是地震或者是打铁花的地震锤，关于这些打法的演示你可以在透明的主页找到。而如果你打算在新赛季尝试野蛮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咖啡猫和透明的主页开荒呢可以参考咖啡猫的这个视频。而如果说上面3个职业还属于那种具备强度的情况下，说不定可以展望150的话，那么下一季灵巫跟法师的表现就比较堪忧了。这2个职业呢，在 PTR 的表现差到暴雪在结束之后专门针对他们进行了加强。灵巫这边的问题在于暴雪的削弱有些过度了，在粘性护盾改回正常机制之后，灵巫的一些其他的喵喵机制也遭到了暴雪的和谐。原本强度惊人的压制飞羽在 PTR 内打个120层的汗流浃背几乎难以通关，而灵巫的终极技能本身给的系数都有点低，尤其是虫子哪怕吃满加成挂的毒也比安特要低一些。其他的3系终极技能里的表现最好的鹰在 PTR 中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不过比起法师来说，灵巫还算好的，下赛季法师是得到了2个和球状闪电相关的暗金副手，职业主要的强化维度也是球闪相关，还兼顾了一些火系技能的补强。但是在 S7 这个终极技能大强化的版本下，这些加强它本身是职业内部的体系改动，没有办法享受到整个赛季主题带来的终极技能红利。而契合赛季主题的法师3个终极技能暴雪在强化的时候给的数据是极其幽默的，不稳电流和炼狱烈焰甚至是没有增伤系数的，以至于 PTR 结束之后，暴雪紧急加强了一波球闪玩法，同时还加强了火焰弹，以及优化了唯一有增伤系数的深度冻结释放。不过我看这也是杯水车薪说不定下版本法师还在玩水平火焰弹。那么以上就是新赛季各个职业的强度参考了。我希望法师跟灵巫在新版本能开发出强度不错而且能玩得轻松的打玩法，也希望呢在新版本里游戏的 bug 能少一些吧。那么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